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I 带路党 Pro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些 DeFi 中字库使用的小细节。从这个点，我们再来聊一聊 N 卷框架的设计。我们先看一下这次分享的主要内容。首先，我们会介绍一下 DeFi 是怎么让模型使用字库，然后我们引申出 Function Code 模式跟 React 模式的介绍。最后，我们再会对两种模式做一个对比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这次分享中需要使用的 DeFi 中的两个 N 卷和字库的内容。这个字库是我提前先建好的，《西游记》的头2章的内容建出来的字库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N 卷，这个 N 卷有两个，一个是使用 GPT-4o 模型的 N 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的 N 卷的模式是Function Coding。另外一个是我用欧拉玛搭的本地的一个7B 的模型。使用的是千万2.5的7B 模型，大家这边就可以看到，这边有写的 React， 然后这里是这个 React 模式具体使用的时候的提示词，大家可能有些同学还没有注意过这一点。这次分享中需要使用的 N 卷的提示词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作为《西游记》的智能助手，回答我们关于《西游记》的问题。那我这边是先用 GPT-4o 做了一个测试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提问孙悟空是在哪里学艺，然后他就通过像调用知识库，然后返回的答案里面，然后再来进行回答。那这里我展示的是实际调用时传给 GPT-4o 模型的参数，上面的是 message 的信息，可以看到有 system 角色，就是我们设定好的提示词，另外一个是 user 的角色，就是我们的提问。下面的模型扩展信息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tools， 名字是 dataset， 描述就是我们给字库的描述。这里就说明了 DeFi 把我们的字库作为一个工具给 GPT-4o 进行选用。接下来这张截图就是 GPT-4o 模型返回的响应。模型通过提示词和用户的意图判断我们需要去查询字库，所以返回了以下内容。因为是流式返回，所以结果是分很多段的。我们从内容中可以看到，模型要求调用 dataset 工具，也给出了调用的参数。接下来这张图显示的是 DeFi 通过模型的要求调用字库，然后搜索到了内容，并将内容作为 messages 里的 assistant 角色的内容传给了模型。最后模型根据字库的内容流式返回了回答。这一系列字库的使用过程的流程图大概是这样。我们称这种 N 卷的模式为 Function Coding。我记得是 OpenAI 在23年的6月份更新的那个 GPT-4 0613跟 GPT 3.5 Turbo 的0613版本中，为模型添加了这个 Function Coding 的功能。它是通过给模型提供一组预定义的函数，以及用户的提问，让大模型去自主选择要调用的函数，并向该函数提供所需的输入参数。随后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中基于模型生成的参数调用该函数，并将结果返回给模型。Function Code 模式的特点就是非常简单易用，返回格式标准的都是 JSON， 很容易处理。后面介绍 React 模式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了，那就是需要额外的解析了，而且返回还不一定稳定。然后 Function Coding 一般都是通过微调去习得的，这个在 Hugging Face 上还都有专门的数据集用于微调。其实也有很多商用的模型也都支持的，比如我们国内的话 ，Codes 国内版用的豆包的人 Function Coding 版本就还可以，这种模式对模型要求会比较高一些。这也是 OpenAI 推出的那个 Swarm 框架的基础，这个我在之前视频里也介绍过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执行一下千万2.5的这个版本，它的 N 卷是 React 模式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刚才就选择去调用字库了，孙悟空学习的地点。这边返回的有一点点问题吧，不过他已经知道是三星先动。这里是它具体调用时的参数，实际上就是对这段提示词的一些替换。
我们把这段提示词用 GPT 翻译为中文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也可以看到这边工具是怎么使用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React 模式是你需要去告诉这个模型要怎么提供它的输出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要求它提供一个具体的 action， 需要它观察来行动，然后再重复的做一些思考。这个就 React 模式跟 Function Coding 模式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这是 React 结合大模型的一个核心流程图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循环：思考、行动、观察，简称 TAO 循环。这些都通过提示词来引导模型。思考就是面对一个问题，确定解决问题所需的关键信息和推理步骤。行动就是根据这个思考，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或者执行一些特定的任务、调用工具之类的，就把问题向解决的方向去发展。观察就是根据行动之后产生的结果，然后检验一下行动是否有效。比如说我们 Define 里面这些 engine 调用知识库之后，查看这个知识库返回的内容有没有能不能解决玩家的问题。就这样子循环迭代，一直到最后完成这个任务，或者说达到最大的步数。这一般来说在 Define 里面这个步数一般设置成5次。如果说完成了或者达到最大步数以后，这个任务就结束了。那 React 模式的特点呢，首先它是通用的，就你所有模型都可以使用吧，也不需要说你有微调什么Function Code的能力。然后它的提示词比较复杂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提示词里面各种各样的行动啦，然后需要引导大模型去思考之类的。然后它成本也可能比较高啊，因为那提示词更多，那成本肯定高啊。还有响应时间也可能更长，那毕竟它也是一种循环类型的操作，就是这个循环过程可能调用多次，次数可能比Function Code之类的要更高。那这里我用一个更简单的示例来介绍一下 React 模式。因为它是通用的，就是不需要指定特定的模型嘛。那我这里直接用 GPT-4o 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提示词是这样的，就是首先这个任务是我们要大模型做的是什么，就是让它去计算笔记本的价格。那我们首先就需要先告诉它有一些什么操作，它需要思考，然后它需要有一些 action， 它可以暂停，然后可以在观察的循环中运行。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求它要按固定的格式，比如说用 sort 来描述你对所提问题的想法，然后用 action 来表示你想执行的操作。然后执行的操作完了以后，你要 pause 要暂停，然后由我们去调用这些方法，然后再把结果再返回给你，让它去观察。然后这边我们提供了几个方法，首先就是这个计算的方法嘛。这个计算的方法我们还要，就是因为它不是像Function Code那种就是标准的格式啊，所以说就是你要在提示词里面描述清楚你要怎么进行计算。像这里就是告诉他怎么去计算，然后这边就是获取平均的价格。然后为了让模型就是这个思考能够按照我们想要的这种格式进行，就我们这边还会利用比如说像 COT 就思维链这种方式来去引导它。这边就是这个示例绘画其实就是一个思维链的引导方式，就告诉他比如说一台电脑多少钱了，他就sort 他可以这样说，比如说我应该使用就获取平均价格这种方式来查找它的价格，然后就是要调用这个，然后传入的参数是 Lenovo， 然后这边暂停，然后结果它会再次调用，然后它会把价格再返回给它，然后它再输出一台平均价格是多少钱。那这里我们就是调用的过程，这个就是那个计算的价格的方法，然后这边就是获取平均价格，如果 Lenovo 的话就是400美元嘛。在这个地方大家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大家注意，就是
因为它的仿肥不是按照那种标准的那种，比如说 JSON 啊，就是 Function Coating 里面用的那种交互方式，而是纯文本的交互方式，所以这里呢还需要用到正则表达式去提取它的计算，就是 action 它指定的 action 是什么样的。然后这边我们还设了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框里在执行去，执行5次啦什么的。那我们来执行一下，看一下。它已经计算完了1300美元。我们看看这个执行的过程啊。首先这边是调用的参数嘛，调用参数我们这边是提示词，告诉它，这些东西我们刚才都已经介绍过了。然后这个是模型的仿肥，模型说就是需要去先知道平均价格，然后再去计算总成本，就是一台联想的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的平均价格，然后计算成本。然后这边告诉他，首先就模型这边都是模型仿肥的模型，它首先他说先需要获得这个联想笔记本的平均价格，然后他自己暂停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执行的，我们拿到它的仿肥以后，通过正则表达式把这个提取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执行，就这边观察，我们就是执行以后，执行这个函数以后拿到是400美元，然后我们再调用一次模型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传入的 user 的传入的数据，这边把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告诉他是400美元，然后他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思考，说我现在又需要获取华硕笔记本的平均价格，然后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这边拿到了500以后，传进去，然后大模型它就进行下一步的思考，就说我已经有了联想和华硕的平均价格了。那我应该现在要去计算2台联想笔记本和1台华硕总成本。那我这边这个时候我需要去调用计算器，大模型说我需要调用计算器，然后我们这里就把这个，然后它还生成了这个计算器的这个格式，就是我们通过 COT 引导它的输出的这个格式。然后最后我们去running 这个计算器，得出是1300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结果再返回给它。最后它的答案返回回来就是1300美元。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思考、行动，然后观察的这个循环操作，它是怎样运行的。今天我们介绍了2种 Engine 的设计模式，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？UP 主是比较喜欢 Function Coating 的，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未来的主要方向。那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在评论区里发表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UP 主，谢谢大家。